大家好，本节介绍编译参数的设定。在编译时，需要对这些与题花有关的编译参数进行设定。题花编译参数主要有3类：第一类浮现处理，第二类调目衔接，第三类编译优化。首先，了解下浮现的处理。浮现的处理一般用于浮现题花。浮现题花浮现过长时，需要对浮现做一定的处理。浮现处理在编译界面打开的文件，将它的题花背面设置为浮现及空帧。功能线214上选择2色题花空帧及浮现题花。接下来设置沙嘴，这里设置为3号和5号沙嘴。看一下这个花型最长的浮现长度，可以看到这个花型最长的浮现为8帧。在232沙嘴编织时，从这里到这里中间有8帧的浮现，这样编织时容易漏帧，这时就需要浮现处理。选择花样展开页面里的题花设置，浮现处理。浮现处理的参数有点类似于银塔下沙嘴带进带出的参数。带沙类型、调目位置以及调目间隔、浮现长度、调目与编织间隔。浮现长度大于设置的值时，则按带沙类型进行处理。这里的浮现长度为8帧，大于设定的值，这时就会做一定的处理。这里带沙类型为后编织，调目位置及后编织位置为均匀，后编织的间隔距离为3帧。后编织以后将会进行落布，选择自动处理。带沙拖圈设置，这里可设置落布行数和落布次数，这里设定为2行后落布1次，这就是浮现处理参数。编译，反编译查看结果，可以看到浮现距离大于6帧时，会有后编织处理。编织2行后进行落布，并且后编织和落布的位置分布是均匀的，这就是题花浮现的处理，也称为虚线题花的处理。第二类，调目衔接。花样展开、衔接和嵌花的调目取消是类似的。若题花色码不需要调目，则勾选相应的题花色码，那么这个题花色码就会取消调目。一般全题花是没有衔接处调目的，而是用于局部题花。第三类，编译优化。编译优化可提高编织效率，是比较重要的编译参数。主要根据成圈系统数调整沙嘴的起始位置和编织顺序，从而提高编织效率。
以这个两色提花为例，编译时如果是单系统，若两把沙嘴初始位置都在左边，机头必定会跑空行，这样会影响编织效率。CNT 行数为604行。若将5号沙嘴初始位置放在右边，3号沙嘴在左边，5号在右边，编译 CNT 行数为444行。也就是说，根据系统数合理放置沙嘴的初始位置，可以提高编织效率。这是两色提花的优化。接下来看一下三色提花的优化。看一下这个三色提花的沙嘴，3号、2号和4号沙嘴，若系统为双系统，并且沙嘴都在左边，772行。若4号沙嘴的初始位置在右边，552行，行数减少，减少空行数，提高编织效率。可以看到，提花优化与成千系统数和提花色数有关。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